现在我们来讲解头部原始点的释放。首先，操作者站的位置一定要站在患者的头部，这样直接对过来，然后两脚要微微张开。好，接下来的动作就直接把患者的头稍微做旋转，然后靠到床边来。接下来，左手把他的头部直接按住固定之后，然后再用拇指把耳垂拨开。至于右手呢，食指在测试我们现在要按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一个点。好，找到之后，我们再把我们的工具拿出来，也就是食指这个要按的手法。那工具拿出来之后，一定要手掌心向内的方向。拿好之后，就直接垂直的顶进去。顶进去之后，他要左右用手腕微微的力量来操作。至于按推的时间要多久呢？一般操作者心理上数10下为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如果一般比较严重的患者，那就数15到20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操作头部原始点另外一侧，一样把头稍微做旋转过来。那左手一样固定住，然后用拇指把耳垂拨开，另外一手的食指来找寻我们要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就是靠耳背，然后还有两骨之间。好，这样找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工具拿出来，也就是食指。好，这个食指一定要把它抓得很紧，尤其上下拇指跟中指要顶住食指的第2指节，然后这时候掌心一定要对准自己，然后垂直的放下去。好，这时候顶住之后，开始用手腕的力量左右来回，力量一定要均匀，角度要小。一样数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重症患者就按15到20下。现在再来按推枕骨的原始点，这是第一个点。
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，第四个点。一样把头拿过来，这时候我们从耳后的原始点，然后跨过这个骨头，然后再从头盖骨，也就是枕骨画下来，刚好两骨交汇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然后一路按到中间脊椎上面的筋，这样枕骨下沿，这总共约4个点。好，我们先把工具拿出来，我们的工具一样用手肘，这时候掌心向上，然后找到了那个点之后，记得放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平直的放下去，一定还要稍微往外旋转，然后利用这个尖尖的，然后直接把它插过去。好，顶到之后，我们开始来回均匀的按压。好，第一点推揉完之后，来第二个点。按推来回的力量一定要均匀。好，第三个点。第四个点。这些按推的位置有一点稍微碰到那骨头下沿硬硬的感觉，不能太下面软软的。好，那这一边做完，我们再把头旋转过来。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蹲下来。第一个点一样，从耳后跨过这个乳突骨，然后再从枕骨下来，这个交汇处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点。找到之后，一路按到脊椎上面的最后一条筋。好，我们每一个点做给大家看。这时候一样掌心向上，用最尖的地方，然后斜插进去。好，找到了之后，我们开始按推，然后来回要均匀。这是第一个点。好，第二个点。第三个点。第四个点。好，这样就算操作完毕。那枕骨下沿还有一个按推的方法，就是脸朝下。那这时候操作者可以脚跨过来之后，那从耳后画到乳突骨，然后枕骨再画下来，这个交汇处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点。那我们的工具一样，用手肘掌心向上，利用这个尖尖的地方，然后稍微往外有一点旋转，然后斜插过去，然后开始来回均匀的按推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
第3个点，第4个点，第4个点那个筋按下去都会有感觉的。至于另外一边，我们的身体就要稍微移动一下，然后蹲下来，然后一样身体靠过去，这个手一样稍微往外斜，然后用尖尖的地方把它顶住，然后开始来回，而且来回一定要均匀。这时候要注意，你的手一直保持这个角度，所以越往下，你身体就越往下蹲。好，最后一个点，好，我们身体再低一点。好。好，我们来讲头部原始点应注意的事项。第一个，如果你站的姿势太外面，这样太远了，做不大出来，所以一定要先靠过去。然后站的位置，如果站太下面也不行。当你旋转过来的时候，你动作要进去的时候，你自然身体就变形了，变形手也变形，变成往下顶，这样患者会不舒服。那站的位置一定要站在头部，站对了之后，这个固定手一定是用左手直接放下来。操作者容易犯错的是这样扶这样不够稳定，而且往旁边压，患者也会不舒服。再来，工具要注意的是，食指一定要握紧，那拇指跟中指一定要紧握住食指的第2节。如果你拿的是这样，那这里会摇摇晃晃，做不出来。好，这也是一般患者、操作者容易疏忽的。那这样上下夹紧之后，一垂直顶下去之后，一般容易犯错的都不是用手腕这样左右这样均衡的处理，而是整个手腕是僵硬的，这样造成角度过大，力量也变得很大，这样患者是不舒服的。然后我们再来讲枕骨容易犯错的是，当患者面对着你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的重心一定要稍微往前。那找对了之后，身体一定要往前靠。但是很多操作者他是这样的，身体还是没有往前，造成手的角度变成很大，这样按的时候变成只能按到皮肉，按不到深层的筋，所以身体一定要过来。好，这样过来之后，你手肘已经在身体的中央，这样才能够做得出来。好，然后还要注意的就是，你手一定要稍微往外旋转，然后直接斜插过来，顶到骨头下沿，这样才是正确的位置。那一般容易操作容易失败是按到下面，要不然就是力量不够均匀，它是这样一个单方向的，它这样单方向患者会不舒服，一定要按住之后均衡来回，这样患者才会舒服。如果他的头
面是背着你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的身体一定要往下蹲。如果你还是这样做的话，这样一定做不出来，压不进去，然后整个到下面你就做不出来，所以一定要蹲下去。好，一定要注意。那这样刚刚操作的每一个点一样保持90度，然后随着身体，那你自己调整你的身体的角度。好，如果头是趴着，枕骨下沿怎么做呢？如果是要做对侧比较远的一侧，那你的脚可以往前跨，没关系。那身体可以靠过来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做得出来了。一样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顶到骨头的下沿。好，如果要做同侧的话，那身体一样要蹲下来，这样才能做得出来。一般如果没有注意这个细节，你这样还是这样做，那就揉不到了，尤其到下面一定揉不出来，所以一定要蹲下来，这样才能够做得出来。以上是头部延时点应注意的事项。首先，患者做的时候，操作者就站在他后面，然后手呢，一手要固定他的头部，另外操作右手这样顶进来，他的力量是呈现这样互相顶撞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手固定之后，另外一手就是也是要把它的位置先找出来，拇指把耳垂拨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找的点就在耳背还有两骨之间这个中间这一个点。好，大家再注意看一下哈，就是我要的这个点。好，如果找到了之后，我们的工具先拿好，好，食指，然后握好之后，拇指跟中指把它夹紧，然后慢慢的垂直的这样顶进去。顶进去之后，另外一手左手就扶着，跟它互相做对抗的力量。那这时候开始手腕微微的动，一般来回一定要均匀，角度要小，速度快一点没关系。操作者一般按推10下，自己可以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如果严重的患者，可以推15到20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示范另外一侧的头部延时点。这时候我们一样先找出正确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用另外一手把它拨开。好，那现在的位置刚好位在哪里呢？耳背下面，还有这前后都是骨头，两骨之间刚好三角的地带。好，我们来找看看哈，直接用食指来测试。好，然后慢慢进去。好，就是这个点。好，找到之后，我们把工具拿好，然后再来垂直的直接按进去。好，按住之后，另外一手扶在另外一侧的头，然后呈现互相对抗的力量。
然后一样顶身之后，然后手腕微微的动，来回力量一定要均匀。一般患者数10下就可以，严重患者数15到20下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整骨的操作方法。整骨趴着的时候，工具是用手肘，但现在坐姿的时候，手肘不方便，我们只好改用食指的按推方法。那食指的按推方法一样，要呈现固定手跟顶的手呈现互相对抗的力量。如果你是用左手，它是这样；用右手，它也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从左手来。我们现在把手固定住，那找出这一点，对，越过骨头，然后对到这一个点，这里是整骨下来的这个点，就是我们要。然后一样一路按推到中间骨头旁边这个筋，就是我们要的。好，固定之后，我们的工具拿出来，直接顶进去，然后沿着骨旁，好，每一个点可以按7到8下。好，最后一个点一样。好，如果另外一边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手做，我们把患者转到这一边来。好，这一手扶住之后，一样把工具拿出来，然后做互相的对抗。好，这里画过来这个一点，然后整骨下来哦，交汇点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点。好，找到之后，一样这样顶进来，然后沿着骨旁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点，第二个点。第3个点，好，第4个点，头部这个点，你耳垂拨开，它是靠耳背还有这2骨之间，这样直接垂直这样进来，这个点才是正确的。但一般我们最容易犯错的是按到下面，甚至更远一点，下面一点点那种感觉就跑掉了，所以位置非常要注意的。再来要注意的是整骨下沿，整骨下沿是这个骨头越过之后，然后再从整骨这样对过来交汇处，找到之后一定要沿着骨旁，哦，这个整骨的骨旁有一点硬硬的，一般会容易按到下面来，它一定要顶到骨旁，哦，这样才是对的位置。我们现在来介绍头部原始点手法的补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头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。头部原始点最重要是位置，拇指把耳垂拨开，然后用食指去探视，就在2骨之间，然后
不能太压到耳背，也就是在耳背下面还有两骨之间中间的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头部延时点。那太下面效果也不好，软软的，所以就在靠近耳背，然后还有两个骨头3个的交汇处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点。那最重要还要看患者那个姿势，比如一开始他头是这样，那你把它拿过来之后，你要看它的位置哦。如果这样已经斜斜的，那这个它的骨头两侧也是斜斜的，那你站得太直，你的手自然就会变形。所以这时候你站着就顺着它的头部，然后这样对过来。好，那我们来操作给大家看。好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的。那工具拿好，拿好之后直接顶进去。那顶进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手轻轻扶着，而不要太大力压会让患者的头部很大的压力，不舒服。然后你操作的手要怎么拿呢？一般最容易犯错的就是这个打太直，这个打直了就没办法施力了，整个操作就会变成很僵硬。那要怎么样呢？这个有一点弯，这个手腕呢也有一点弯，手腕不是这样垂直的，这样顶进去，这样顶进去会靠到耳背，所以它正确的手法是这样，这里稍微弯，这里也稍微弯，这里下面这样就能垂直，而不是这样，这里弯了，然后这里顶进去，这样患者会不舒服。好，那我们把正确的手法这样调整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按进去这一个点。好，那它的来回按推，这个手法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能拿这样，不够垂直的时候，这个会顶到外侧，如果太过来也会顶到这里，所以它要保持一个垂直的方向，直接进去，好，这样才能够在凹洞里面。好，按进去之后，沿着两骨之间来回按推，力道要均匀，不能单方向。很多操作者单方向是怎样呢？他就往一个方向这样顶，往一个方向顶。那他正确的按推方式是顶进去之后，来回均匀的，这样慢慢的来回均匀的，而不能单方向。你往下面一直往下面，这样也错；往上面单方向也是错。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操作手法是用手腕在动，而这里包括上半身都保持不动，只是用身体的力量把它固定住了，顶死了好，那再用手腕来回均匀的，好像下面有东西我们在挖均匀的挖来回，也像钟摆来回，而不偏向哪一方。好，我们先再来介绍耳后头部的舒缓方法。我们是用中指、指尖指尖接近指腹这里这一段。好，那这个跟无名指两手稍微并着，然后最主要操作是以中指直接顶进去，顶进去，来回轻轻的，也是顺着骨缝之间来回舒缓。好，旋转过来之后，手轻轻扶着，然后工具拿出来。这个工具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里要90度，甚至微微的大于90度。如果你小于90度，这样这里会变成一团，然后揉起来粗粗的，患者会不舒服。如果你能够放到90度，甚至微微大于90度，这时候你会感觉这里比较尖。所以你们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如果这样那种感觉，或是90度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时候微微大于90度，还要注意什么？这里的
手跟身体这里也是要微微大于90度。如果你太小，把自己夹死了，你施不了力。好，工具已经知道，站姿也做出来，这一手微微放下去，身体直接靠过来，屁股站姿不要变形，变成这样，屁股朝外，你整个身体扭曲了，你这样做不出来，所以一定是直线的。好，位置站对了之后，我们身体往前倾，让患者的头在这里，顶的时候顶扎实一点，然后每一个点来回，然后再下去的时候，身体随着手下去，因为要保持这个90度，你自然身体就会再往前倾。那如果再下去，你又会更下面一点，再往前倾，永远保持这个90度。好，这样就能揉得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介绍枕骨下沿按推的另外一侧方式。这时候患者的脸背对着你，那我们一定要蹲下来。那蹲下来还是一脚跪着，那另外一脚就站这样的姿势。好，那这时候手扶着，那工具拿出来之后，这里一样要稍微略大于90度或保持90度，绝对不能太弯。那也要注意到你的身体，手臂跟这里的身体也要保持90度。按推的顶法呢，是用身体而不是靠手的力量，所以整个身体往前这样顶下去。好，这样顶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就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身体往前，好，这样顶进去。那顶到了，开始上下沿着骨旁按推。好，那注意要下面第二点的时候，你身体自然就要稍微往下蹲一点点，往下，好，这样才能够顶到。那第3点继续往下。到第4点的时候，顶下去，你身体一样要往下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点。那在这个做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你的手肘、还有手臂跟身体保持的都是90度或略大于90度。好，如果第4点你这样蹲得太低，蹲不下来，你也可以考虑把患者的头稍微往前拨，那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不用蹲到那么低，这样就可以顶得到了。我们再来介绍枕骨下沿及颈椎的舒缓方法，而这一个舒缓方式不但可以达到舒缓，而且也有兼治疗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工具，虽然类似拳头法，但这时候拇指就不要把它顶死，让它保持有一定的弹性。好，按在枕骨下沿，顶进去之后，那要注意的是另外一手就把它顶过来，造成两方这样好像有对抗的力量，那这样整个头就会固定住。好，固定住之后，施力的方法，这个顶进去之后，一定要用手腕上下，而这个都不用使力，只是固定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下来也是这样。那紧接着我们就可以舒缓到我们的颈椎，好，甚至到下面这里都可以舒缓得到。好，这是前头的舒缓方法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靠中指跟无名指这两指，然后并在一起，然后直接顶到我们要的位置。然后舒缓的角度，它是比较倾向左右。那这里呢，也是左右来回按推。
那这样的舒缓方式，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患者整个身体压下来的力量，那你往上顶，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压力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揉到很深层的筋，患者也会感觉蛮舒服的。好，那这一边的舒缓方式一样，动作一样，只是手法不用不同的手。那这一手我们一样，用拳头这样顶进他的枕骨下缘，那靠着手腕的力量。那这一手呢，一定要顶过来，做一个相对抗的力量。好，枕骨下缘还有颈椎的舒缓，可以用拇指指腹，也可以用腕骨。好，我们用腕骨舒缓，就是这样。这一边也是。舒缓的注意要点就是整个手放下去，轻松的放下去，然后充分应用到身体。那你手也只是前后而已，不是施力去推。好，那放下去，自然的放下去。好，那拇指的舒缓这一边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一边也可以用这一手。好，这两种方法的舒缓都是被允许的。